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频道的学校鬼故事都相对比较少，因为稿件来源有限。今天打开邮箱，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篇让我心动的稿件，是关于校园和寝室宿舍的。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进入那个幽暗的世界。这是一条漫长的走廊，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因为常年没有修理早就坏掉了大半，只剩下一些微弱的光芒在黑暗的走廊上画下小小的光圈。偶尔有滴答滴答的水声从公共浴室的水池里传来，在空旷的走廊上响着。两边排列开的房间像是火柴盒依次错落开来，风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清冷地吹进来，卷进来飘渺的野猫的叫声。小雪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一点也不喜欢，不只是因为狭窄的空间和永远也散不去的腥臭味，也不是因为坐南朝北永远也没有阳光直射。从进来这间寝室的第一天起，她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，总觉得背后有一双阴冷的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自己，看到背脊上一阵阵的冷汗。她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小兰，小兰瞪大眼睛听小雪讲完，愣了半天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小雪，你别吓我。”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拍拍胸口长舒一口气，像是安慰自己，也像是安慰小雪似的，慢条斯理地说着：“你别自己吓自己了，肯定是第一次住校不习惯了。”小雪应了一声，继续埋头喝可乐。冰冷的可乐顺着喉管滑下，凉意从五脏六腑里升腾弥漫全身。小兰说的没错，这是小雪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独自一个人上学，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是新鲜的。陌生的校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令他们兴奋不已。她拉着小兰的手，跟着一位学姐在校园里到处的观望着，一边听学姐跟他们啰啰嗦嗦地说着那些建筑物的历史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大学的校园到底是大。才没走多远，小雪和小兰就已经精疲力尽，他们兴致勃勃地邀请学姐到他们寝室去坐坐。那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女孩抬头看着白色墙壁上巨大的旗子，打了一个冷战，连忙摇手说：“算了算了。”逃也似的离去了。小兰有些气愤地嘟囔着：“什么学姐吗？请她去坐坐，又不是请她去死，干嘛吓成这个样子？真是的。”小雪听到死字，吓得一个趔趄，没站稳，跌倒在地上。小兰急忙拉她起来，喋喋不休地抱怨这小雪的智商问题。小雪揉揉摔痛的肩膀，忽然停住了。她看到江边一个女人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，一袭白衣在风里却纹丝不动，恍如静默的花定格在时光边缘。小雪的学校临水而建，宿舍和教学楼与江水垂直而建。小雪他们所居住的7号楼在所有宿舍楼的最后面，从他们寝室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江水，风景还算不错，但是这样的格局似乎总有些怪怪的感觉。他指着江边，对着小兰说：“你看那个女人好奇怪。”小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大手落在小雪的头上：“我看你是头磕坏了，哪里有人么？真是的。”就只是那么几秒钟的事情，在小雪看见那个女人之后，那个女人就像水汽一样消失了。或许她本身就是不存在的，就像小兰说的，好像是自己的错觉。可是看见她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却是真真切切的，那种如同陷入冰封的水里，窒息、阴冷的感觉，像一双巨大的手死死地捉住小雪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快走吧。小兰拉住正在出神的小雪，走进宿舍楼。雪白的墙上黑色的漆字折射住阳光，仿佛要融化进无边的黑暗里。小雪有择床的习惯，夜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只能躺在床上黑暗里听着室友的呼吸。忽然她听到一阵极细微的哭声盖住了呼吸的声音，她想肯定是谁想家了吧，也难怪，
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。可是，另一个想法却让他毛骨悚然。这个哭声，并不像是从寝室里面传来的。他默默地数着，除了自己以外，有5个不同频率的呼吸，大家都在熟睡。那么这个声音，只可能是从外面出来的。他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，胸口的血液像失控一般乱撞，他只能命令自己停止胡思乱想。风在走廊上呼啸而过，死寂的空气里传来门吱呀吱呀的响声，像是破旧的竹椅在不停地晃来晃去。小雪打了一个寒战，把被子拉过头，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。屋顶悬挂电灯，2根早已锈蚀的链子在风里有规律地摇晃着，灯管中有一道亮光一闪而过，窗帘被风鼓起，随意地飘荡着，宛如鬼魅。浑浊的月光在地上洒下一小块，含混不清。小雪侧过身子，一张脸立刻变得惨白。灯管里那个白色的光点即将消退的时候，她看到一个白衣的女子飘然地坐在一张床的边上，她的脸白得没有丝毫的血色，在黑暗里泛着幽幽的白光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她的衣衫、头发以静止的姿态停在半空中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小雪觉得她看到他了。他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，空洞的眼睛朝着小雪的方向扫过一遍，如纸般苍白的手却依旧附在什么东西上。小雪听到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从那张床传来，像是在经历一个痛苦的梦魇。她以为那个同学会醒来，可是只一会儿，就又听到他安稳的呼吸声。彼时，灯管里的亮光已经完全消失，坐在床头的女子也随着唯一的光芒消失不见。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在走廊上掠过，在公共浴室的地方戛然而止。水滴从半空中落下，落在池子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粉碎了沉默的空气。忽然，水龙头像是被什么人拧开似的，哗哗的水声贯穿整个走廊，被风送到黑暗中的各个角落。小雪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下来，推开门。悠长昏暗的走廊像是时光隧道，看不到尽头。灰蒙蒙的灯光在半空中摇曳，打在墙壁上肮脏的牌子上。所有的字迹像是褪色的墨水，被黑暗吞噬，只剩下一个漆黑的漆字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激烈的水声持续不断，像是在管道中积累已久，一旦打开了闸门，就再也无法停息。风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作响，小雪一脚踩在一滩水上，黏糊糊温热的液体落在脚背上，寒意从脚背直往上窜。她伸手在墙上来回地摸索着开关，光滑的墙壁宛如女子的脸，在表面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雾，外层的白石灰好像随时都会脱落下来。那些风化在完美表层后腐朽的故事，血淋淋地躺在阴暗的角落狞笑着。幽蓝的灯光转瞬即逝，顶灯发出一声短促阴哑的爆裂声，空荡荡的公共浴室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里。一滴水落在小雪的眉心，她抬起头看到屋顶结满了水滴，像是怨毒的眼泪，不停地聚集着，等待着淹没一切的力量。浴室角落立着的巨大穿衣镜反射着月光，透亮的水滴落在上面，顷刻间变成血一般的嫣红，顺着光滑的镜面缓缓地流下来，痕迹划破玻璃，留下红色的狭长裂纹。镜子里，小雪看到一只黑色的猫慵懒地卧着，绿色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阴森的光，血红的裂缝直接穿过她的颈子，像是根深蒂固的伤痕。阴冷的风倒灌进小雪的衣服，她扬起脸看看小雪，僵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幽怨的眼神却像是末日的诅咒，碎裂在黑夜里。黑夜如此冗长。小雪醒来的时候，看着坐在床边着急万分的小兰笑了笑。小兰一瞬间就哭了出来，哽咽着说：“你吓死我了，现在没事了吧？早晨的时候打扫的阿婆发现你倒在浴室里，怎么回事到底？”镜子里的猫，白衣的女子，
所有零碎的片段堆叠着从脑海里一闪而过，眉心一阵冰凉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。当他想张口告诉小兰自己看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，话出口却变成了我没事，头痛昏倒在浴室里而已。他看着小兰如释重负的样子，稍稍释怀，可是那不安却始终萦绕在心头。小兰，我今晚跟你睡好不好？他小心翼翼地问着。小兰点点头，说着这样也好，省得你再出事。夜幕再一次降临，自夜12点的钟声从来没有错过。传说中午夜降临的时候，所有的灵魂便可以在黑暗里自由地出没。小雪躺在小兰身边，听着她安稳的心跳，却始终睡不着。那些画面仿佛烙在脑海里一般，一闭上眼睛就反复地出现。他推推小兰的胳膊，小兰睡梦中含糊地应了一声，又反过身睡着了。屋顶布满尘埃的灯管里，一道白光一闪而过。小雪心跳落了一拍，睁大眼睛在寝室里搜寻着，白衣女子却并没有出现。她松了一口气，心想自己一定是被吓坏了。正当小雪预备睡觉的时候，小兰直挺挺地坐起来。你干嘛去？小雪轻声地问她。厕所。小兰语气冰冷地说着，丝毫没有刚睡醒的那种神志模糊。小兰翻身下床，直接推开寝室的门，走进幽暗的走廊。小雪竖起耳朵听着小兰的脚步，直到走廊里又恢复了安静。强烈的不安袭来，她越来越觉得不对，会不会小兰也出事了呢？她壮了壮胆子，决定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隐约的光束照在走廊的一头，小雪看到小兰米色的睡衣，心里有了些安慰，小声地叫着她的名字。细碎的声音被狭长的走道聚在一起，扩大了好几倍之后回响在空气里。小兰却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似的，径自地往前走着，她的动作僵硬呆板，像是飘在空中的提线木偶，又像是中邪。小雪打了个寒战，继续跟着小兰。公共浴室里依旧安静非常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小雪不自觉地侧眼望过去，屋顶的灯还没来得及修理，黑暗里只有那面镜子清晰可见，平静如水。小雪看看仍旧在前面走着的小兰，马上就是尽头了。她不知道小兰究竟要做什么，只是被恐惧攫取，呼吸困难。小雪的心跳到喉咙眼，小兰在走廊尽头消失了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。有种奇怪的感觉促使她回过头去，公共浴室的那面穿衣镜闪着诡异的光，镜子里小雪看到的那个白衣的女子端坐着，膝盖上握着那只黑猫。小雪惊恐地向前跑去，突然一脚踩空，夜风撩拨江面，黑色的江水里最后的吟唱。听说了吗？那个7号楼又死了一个人，据说是从窗户那边跳下去的，尸体过了好几天才被打捞出来，都已经泛白了。听说是鬼上身，跟上次死的那个有关，还有一只黑色的猫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